今天来到了京都岚山，这里是著名的观光地。秋天赏枫和春天赏樱是岚山观景的最大特色。岚山作为旅游胜地，面积非常大，包括嵯峨野这边有太多可以游览的地方。我这次在岚山也准备玩个2-3天，一起跟着我的镜头去岚山来一次深度游。今天的早饭，日本的早饭非常便宜，在外面吃快餐1-20就可以。今天准备去岚山，看地图，地铁可以到岚山，非常随意的买了一张地铁1日通就进站了，结果买错了。不能用地铁票，因为去岚山的是火车，不是地铁，所以这个地铁1日通一定要慎选，好几条线。京都的轨道交通有的是地铁，有的是火车，不要搞混。去岚山的实际是火车，所以买地铁通票就不能使用。我就白白浪费了1天的地铁通票和40块人民币。去岚山可以坐火车，也可以坐公交车，其实坐公交车更方便。我从酒店如果坐公交车就直达，如果坐火车中间还要换乘一次。不过坐火车20分钟就到了。到了岚山，岚山在京都的郊区，自古以来岚山这一带就是秋游胜地。去岚山旅游交通非常方便，半个多小时坐车就到了。其实今天的天气并不好，是个阴天，不过下了火车就看到了眼前的秋色。这2天降温，12月初的京都已经很冷了，还能看到这样的秋色已经挺满意了。是春天赏樱，秋天赏枫，枫叶放到一个画面里。深秋的岚山，这河边的樱花树都秃了。不过岚山的枫叶会一直红到12月中，各种树木红肥绿瘦，相映掩映，也挺美的。现在看到的就是渡月桥，这也是岚山的一个地标。大部分游客来岚山都是去桥的另一侧嵯峨，现在走上了渡月桥，从桥上看到的风景。脚下的河叫贵川，属于日本的1级河流，也是京都3条地区的母亲河。贵川的水非常的清澈，河水晶莹清澈见底。不过秋天的水量不大，很多地方都露出了浅石滩。沿这边徒步走一走，准备去到前面的河边徒步走一走。我个人感觉岚山这边非常适合徒步走，有很多的徒步线路都非常美，像这个贵川两岸都可以走一走。当然游客更多的都是嵯峨野这一边。在1000多年前的8世纪，这里就有很多贵族在这里欣赏红叶、玩耍、游船。河边有不少的人力3轮车，好像还是统一管理的，真的是人拉着跑。这里有很多的网红店。咖啡排大队。离开热闹的街道，先往河边走一走，去欣赏一下这里的枫叶，看看对岸的山，五颜六色的树。只可惜是个阴天，如果是晴天应该更美。岚山这边除了徒步可以坐火车，也可以坐这个船，坐船并不贵，一个人70多。今天先沿着河边徒步走一走。河中的这个船就是70多一个人。另外这里还有漂流，更加刺激，不过不是在这里登船。你看那个小车对面，河中飞舞着一些大鸟。日本的河都叫什么什么川，鸭川、贵川。
这条贵川非常的干净清澈，水碧绿碧绿的。在嵯峨野一角的蓝山上，有一块周恩来总理当年访问日本时留下的诗句所刻的石碑，也是当时中日友好的象征。过去参观一下。石碑坐落在小山上一个自然形成的平台上，周围都是各色树木，树冠呈现出深绿、鹅黄、粉红各种缤纷的色彩。石碑是一块深褐色的天然巨石，上面雕刻着周恩来的诗《雨中蓝山》。周恩来曾在1917年来日本留学过2年，在游览京都岚山时写下了《雨中蓝山》，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，到近处突见一高山，流出泉水绿如许，饶石照人。石碑周围的各种小路，秋色层林尽染。这里面的山间小路四通八达，我们先继续返回河边行走。感觉河边非常的幽静，走起来非常惬意。河边有几棵巨大的枫树，拍照很好看。对岸人更少，也很美。河中有不少的游客坐船游览。坐船游览可以说一年四季风景各不相同。这里的船都是人力船，包括漂流的船也是。这种类似乌篷船的是1个人撑篙，而漂流的船是3个人。不知道有没有网友粉丝坐过这里的漂流船，据说非常的惊险刺激。不过即使坐这里慢慢的小船，感觉应该也非常不错了。这里的景色太美了，简直像一幅画，我也直接走进了画中。确实很舒服，走过去。离开河边往小山上走，这边有非常多的景点。到这个顶上的瞭望台看一眼，也不远，山顶有个瞭望台，看一眼。旁边的小山上有个瞭望台，可以看到河两岸的秋色。很想有时间沿着河的另一端走一走，感觉那边有不错的地方。难怪有很多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来蓝山，这里确实适合慢慢欣赏。现在来到了蓝山著名的竹林小径，一条几百米长的，两边都是高大的竹林小径。这里的竹林环绕的小径非常的典雅迷人。竹林小道，小路两旁的竹林遮天蔽日，高达几十米。很多人非常喜欢这里的宁静优雅的感觉。这里的一些地方曾是皇室的别墅所在地。这周围有很多非常知名的景点，比如长济光寺、天龙寺、宝岩院、野宫神社等等。往前走，首先来到的是长济光寺。和其他几个著名景点相比，这个长济光寺知名度好像并不是很高，但正是赏枫的好季节。门票500日元和25块钱。这个长济光寺背靠的是小仓山，依山而建，也是京都红叶著名的景点之一。这是长济光寺的茅草顶简朴的山门，穿过山门拾阶而上，前面来到的就是正堂大殿。
这一片都是红叶树所环绕，宛如一条红叶的隧道。这里有不少历史悠久的建筑，都掩映在红叶之中。这里非常的自然和谐，有一种难以表述的天然美。这是正殿后面，沿着竹林小径有一条上山的小路。半山腰有一座茅草顶的多宝塔，这个多宝塔是建于17世纪，也是日本重要的文化财产。多宝塔的上方就是一个观景平台，从这里向远方眺望，可以将京都市的景色尽收眼底。其实之前没有听过这个长济光寺，只是因为寺庙门前写着枫叶正好，就走了进来。确实是枫叶正好，景色很美。这个长济光寺是建于16世纪末的，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。在岚山这边，类似这样的赏枫、赏樱的景点还有很多。继续往前走，我们准备前往世界文化遗产天龙寺。路过了岚山小火车的车站，准备先在这里买一张观光小火车的车票。一般人来岚山都会体验坐一坐这个小火车。旺季的时候，这里一定要提前订票，否则会没有车票。下集请继续观赏岚山赏秋之旅。